2025年中国户外运动参与人数突破4亿。那同年呢，方盒子 SUV 的市场销量达到了102万辆，在售车型从10余款猛增到40多款。在这场方盒子的热潮中，泰系以8.6万辆的全年交付量成为了现象级黑马。那北京越野品牌方盒子全年的累计交付是14.7万辆，同比增长72%。那今天两大顶流正面相遇，我们把 BJ40增程长续航版本和泰系的190公里4驱 Ultra 版本开到了户外，看看什么样的方盒子更能陪你无畏远方，安全到家。先来说一下日常通勤 BJ40的增程长续航版本 CLTC 纯电252公里。拿北京举例，从国贸到亦庄来回35公里，一周通勤纯电够用，周末还有余量，这就是一周一充，省心不焦虑。那泰系的190公里4驱 Ultra 版本，纯电是190公里，日常通勤也完全够用。油耗方面呢 ，BJ40综合油耗是1升每100公里，那泰系工信部综合油耗是1.1升每100公里。新能源硬派越野 SUV 是彻底打破了硬派吃油的刻板印象。另外呢 ，BJ40还拥有能量智能管理，能按照场景自动分配电量，把电是真正的花在了刀刃上。在充电速度上 ，BJ40的增程长续航版本从30%到80%是只需要13.9分钟，那泰系是17.4分钟，喝杯咖啡的功夫，爱车就能够满血复活。到了户外通过性的数据很关键。BJ40的接近角是38度，离去角是37度，而泰系呢，接近角是24度，离去角是25度。数字上来看呢 ，BJ40的通过性的参数更大，这也是设计的取向不同。泰系是侧重于公路到土路的平滑过渡，而 BJ40为复杂的户外地形做了更多的冗余。脱困配置方面呢，这两台车它是各有特点。BJ40是标配了智能的电控中锁和后桥差速锁，可选前锁，也就是越野圈常说的3把锁，响应速度是要比传统机械中锁是快了30倍。车轮一悬空，差速锁是瞬间锁止，动力是全部给到有到附着力的轮子上，还有低速4驱、12档蠕行模式、战术掉头。有了这些你对于未知的远方就更加有了底气。泰系4驱版标配了蠕行模式和坦克掉头，但是没有差速锁，定位是轻度越野和复杂路况下的安稳感。另外我们模拟了长途穿越后的低电量状态，对于两车的极限动力进行实测，把 BJ40的增程长续航版和泰系同时跑到馈电。在同样的非铺装路面上 ，BJ40的动力依旧是跟得上，因为它的增程器能够持续输出90千瓦。馈电状态下，越野动力没有明显的衰减，而泰系呢，在馈电的状态下，发动机会更早的介入，动力响应和噪音控制都会有所变化，整体的驾驶感受是偏向城市工况一些。接下来说说保命配置。那越野时一旦翻车车身结构和安全的冗余决定了生存的空间。那 BJ40的增程长续航版这边标配的是内嵌式的金属防滚架。超高强度钢一体液压成型，顶部的抗压力13万牛，全车高强度钢占比96%，配合到非承载式的大梁底盘。翻滚时是大梁先吸收冲击。泰系呢采用的是7纵9横高刚性车身，全车的高强度钢占比是78.4%，扭转刚度超35000牛米每度。全系标配了9个安全气囊，并配备了防翻滚稳定系统。两者的安全思路不同。BJ40的增程长续航版采用的是防滚架加大梁加超高强度钢车身，为极端的翻滚做了冗余。那泰系采用的是高刚性笼式车身加9气囊加主动防翻系统，全方位的守护城市和轻越野场景。电池安全方面，两台车都下了硬功夫。BJ40的增程长续航版搭载的是与宁德时代联合开发的逍遥电池越野专研版。
底部抗冲击能力是1200焦耳，达国标8倍。工作温度零下40度到零上55度，外层还有玄武护甲。那泰七呢，则是搭载了福迪第2代刀片电池，底部可承受国标10倍能量的撞击，1500焦耳底部的撞击不起火不爆炸，500次闪充循环后，短路测试同样安全通过，4节电芯同时短路也不会热扩散。两台车都把电池的安全做到了行业的顶尖水平。再来聊聊内饰细节，那科技大屏方面 ，BJ40用的是10.25英寸的仪表盘，加上双15.6英寸的中控，组成了3连屏。泰七则是15.6英寸的悬浮中控屏，12.3英寸的仪表，加上26英寸的 HUD， 最高可以实现7屏联动。舒适座椅上 ，BJ40是专门为副驾准备了零重力座椅，那很多车主都叫它是情绪的按摩师。泰七则是全系标配了真皮座椅，包括前排是带到了通风、加热、按摩。后排靠背电动可调，还有一个我关注的点就是音箱系统。那音乐可以很好的缓解越野途中的枯燥。在音响配置上，让我意外的是 ，BJ40是全系标配了燕飞利仕的品牌音箱，来自哈曼旗下，而泰七顶配 Ultra 版本配的是国产笛声音箱。总结一下，泰七190公里4驱 Ultra 版本，城市方盒子，好看轻越野够用，内饰科技感十足，21.98万元。BJ40增程长续航版本，全能方盒子，38度接近角，37度的离续角，3把锁，非承载式车身，内嵌防滚架，真正的可乘可野极安全。官方换新价格是16.98万元起，还有价值8万元的礼遇。方盒子的选择本质上是生活方式的取舍。如果说主要在城里面，偶尔去野外撒欢，那泰七足够了。如果说你心里有更加狂野的地方，那 BJ40就是那个能够陪伴你走得更远的伙伴。